一个本想利用孩子赚钱的失败者，最后却赌上一切去拯救他们。这到底是人性的堕落，还是良知的反击？这部由王宝强导演并主演的现实主义力作，改编自曾经轰动全国的格斗孤儿真实事件。它讲述了一个失意的前格斗冠军与一群无家可归的山区孩子如何通过格斗打破命运牢笼的动人故事。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充满挣扎与希望的世界。这里是中国西南部一片尘土飞扬的山区，这里环境艰苦，生活条件极为贫困。我们的主角向腾辉就穿梭在这片土地上。他是一名砂石厂老板，但经营状况十分糟糕，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向腾辉并非一直都是这般落魄，他曾经是一名颇有前途的格斗运动员，甚至拿过市的格斗冠军。但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被人陷害服用了违禁药品，结果不仅被取消了冠军资格，还被格斗队开除。愤怒之下，他动手打了那个骗他吃药的人，却因此犯了故意伤害罪被判刑。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让他心灰意冷，发誓再也不碰格斗。就在向腾辉为砂石厂的资金问题焦头烂额时，他遇到了企业家王进福。王进福给他出了个主意，那便是重操旧业，通过招募小孩子打假拳来赚取快钱。向腾辉虽然内心不愿，但为了挽救濒临倒闭的砂厂，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这个决定成了他命运转折的开始。为了能够找到好的演员，向腾辉想起了之前曾在路上抢劫过他的一群孩子，于是他们并来到龙山地区。他们来了！在这群抢劫过路客为生的野生野长的孩子当中，最突出的两个是马虎和苏木。这是啥子？你们这叫抢劫，晓得不？向腾辉最终还是收留了这些孩子，成立了腾辉格斗俱乐部。起初这只是个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从王进福那里拿到钱，解决沙场的燃眉之急。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俱乐部训练的差不多时，向腾辉得知王进福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被举报入狱。一个仙人板板往前走，失去了这条财路，俱乐部顿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向腾辉决定解散俱乐部，让孩子们回家，但孩子们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们不愿意离开。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向腾辉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却是他们第一次尝到有饭吃、有床睡、有鞋穿的滋味。回到山里意味着又要重新开始抢劫、挨饿的流浪生活。以苏木和马虎为首的孩子们甚至为了赚钱重操旧业，他们抢了砂石厂老板李三才的砂石。作为反击，李三才也带人抢走了向腾辉的2车砂，让其损失了400多元。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损失，向腾辉决定亲自送这群孩子回家，并想要向其家属讨回损失。可当他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家时，他却心软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去讨个债，结果却成了送钱的。当向腾辉找到这些孩子时，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这些孩子都来自极度贫困的家庭，有些孩子的父母早已不在身边，他们住在破败的土坯房里，家徒四壁。其中一幕特别令人心碎。向腾辉来到苏木和马虎的家里，只见到他们瘫痪在床的姐姐。他是哪个？姐姐一开始以为是弟弟惹祸了，向腾辉是来要钱的。他的手几度微微地拉了下盖住下半身的被子，这样微妙的暗示折射出他们最深重的生活之苦。向腾辉原本是来要账的，但看到这般景象，他怎么也开不了口。善良的他不仅没有要债，反而谎称苏木和马虎在他那里打工，他是来送工钱的，从钱包里掏出钱来放在窗台上就走了。这一刻，向腾辉内心深处的善良被彻底唤醒。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已经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些孩子。特别是看到苏木姐姐的状况，他于心不忍，带着孩子们重新回到俱乐部，并决定带着他们一起赚钱。为了生存，向腾辉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与一家娱乐会所老板达成合作，老板提供场地，俱乐部提供格斗表演。然而第一场表演就充满了戏剧性。他们一开始只是在表演打架，直到发现只有真打才能换来活下去的资本。这场戏里是假打，戏外却是真实的生命挣扎。孩子们因缺乏假打经验，被台下的观众一眼看出是假打。打的啥子嘛，假没假眼的。钱都没得意思。向腾辉只得冲到八角笼边提醒孩子们拿出气势，却不料孩子们被带偏，竟真的打斗起来，拳拳到肉的真实格斗反而赢得了满堂彩。表演结束后，向腾辉带着伤痕累累的孩子们去洗脚。苏木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脚，对着向腾辉说，他也想拿冠军，想像腾辉一样，告诉姐姐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向腾辉，他看着苏木的脚，第二天默默地去给孩子买了新鞋。也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真正思考，或许格斗不只是表演，而是这些孩子真正的出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腾辉俱乐部在向腾辉的带领下渐渐走上了正轨，他们的格斗表演越来越受欢迎，甚至吸引了省城老板的注意，邀请他们前往省城表演。然而这也引来了麻烦。向腾辉之前求着和会所老板合作，现在又突然变换合作对象的行为，令会所老板极为不满。在省城的第一场表演，就遭人眼红被一群社会混混砸了场子。
向腾辉的好友王凤主动掩护大家逃走，也因聚众斗殴被抓。这次事件反而成了俱乐部转型的契机。王凤在狱中鼓励向腾辉认认真真的做格斗，并指出向腾辉只是嘴硬，其实内心早已萌动了教孩子们真本事的想法。在王凤的鼓励下，向腾辉终于直面自己的内心，他卖掉了沙场，在省城正式成立了格斗俱乐部，开始认真教孩子们格斗技巧。也正是在那一年，苏木和马胡获得了格斗比赛预选赛冠军，腾辉俱乐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招收了很多热爱格斗的孩子。然而就在一切看似步入正轨时，危机却在悄然降临。向腾辉一直想要为孩子们争取到上学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拿到学历学位证，但由于无法负担学校要求的高昂戒毒费，只能将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多方寻找，他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免掉戒毒费的私立学校，但对方却又提出希望他能出资200万元翻修操场。面对这天文数字，向腾辉只能拒绝。我又想不出啥子话，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200万。他明明给了这群孩子唯一的家，却被全网骂作人渣。当善良被误解，恩人被污蔑，他却选择用一种最决绝的方式反击。然而就在不久后，网上爆出了几年前腾辉俱乐部的假拳视频，舆论迅速发酵，媒体质疑向腾辉利用未成年人赚取黑心钱，一时间让孩子去练格斗太残酷了吧之类的批评声不绝于耳。那些曾经的合作者，卖假货的王进福、酒吧老板以及学校的陈校长，纷纷在媒体面前诋毁向腾辉，说他利用孩子们，说他一切向前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暴，向腾辉百口莫辩。苏木和马虎也因受到此事影响，从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最讽刺的是，那些曾经慕名而来对向腾辉千恩万谢的家长们，不去了解事实的真相，二话不说将孩子强行领回家，完全不顾孩子想留下来的真实想法。这场舆论风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媒体的阴暗面。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向腾辉的人，其实根本不了解这些孩子的真实处境。对他们来说，格斗的苦比不上吃不饱的苦。向腾辉给了这些孩子一条出路，却被污名化为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这一幕何其讽刺！人们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他人的生活，却从不真正了解他人的苦难。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为了孩子们的发展，向腾辉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私自为孩子们转了新的俱乐部。他以为这样能给孩子们更好的出路，却不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都是机1年后，向腾辉与姐姐开了一家蚕丝厂，也会定期给龙山的孩子们送去生活物资。他经常去看苏木和马虎的姐姐为他读弟弟们寄来的明信片，但向腾辉很快发现了异常，所有的信件都从同一个地方寄来。他前往寄件地址一探究竟，却在途中偶遇了因抢劫被抓的马虎。从马虎口中得知，向腾辉终于知道那个令人心碎的真相。原来1年前，苏木和马虎被迫转到 CJ 俱乐部时，比赛状态一直不好，于是被老板逼着吃禁药。苏木因为拒绝服从，被打折了腿。马虎为了帮助苏木治疗腿伤，只能再次抢劫。面对这一切，向腾辉悲痛欲绝，他冲到 CJ 俱乐部，想要讨回公道，却被俱乐部的人按住，被负责人打伤胳膊。在去医院处理伤情的路上，一群变脸演员在大街上表演着川剧变脸，趁着火光，一张张面具印在向腾辉的脸上，就犹如他的内心和人生。这一刻，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为了帮助孩子们彻底摆脱控制，向腾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接受了媒体的访谈，但在访谈中，他仍不愿提及孩子们的事情。直到主持人放出马虎对他的控诉视频，他才愤怒地讲出当年的过往。我把他们骗成那个3狗狗，我骗他们练格斗，我骗他们拿冠军，以后还可以靠这个吃饭，差不多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向腾辉的计划，他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形象，把这件事的热度炒起来，继而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成功为孩子们争取了自由。节目一经播出就广受关注 ，CJ 俱乐部也因违规用药和故意伤害罪被查。俱乐部不堪舆论压力，放弃了苏木和马虎的合同。苏木的腿经过治疗也完全康复，在向腾辉的努力下，苏木的腿伤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并重新回到了格斗赛场。电影的最后一场戏是苏木代表中国迎战巴西的金腰带选手。这场比赛被导演处理成了黑白色调，仿佛象征着这些孩子灰暗的过去和这场比赛的残酷性。赛场上的苏木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度处于劣势，但他脑海中不断闪回过往的一幕幕：山区的贫困生活，与向腾辉的相遇，俱乐部的训练，舆论的风暴，腿被打断的痛苦。这些记忆如同火焰般灼烧着他的意志。生如野草，不屈不挠，这是电影中格斗班孩子们跑操时的口号。此刻，这句口号在苏木心中回荡，给予他无穷的力量。经过艰苦的搏斗，苏木最终击败了巴西选手，夺得了冠军。当他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时，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孩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此刻的向腾辉并没有出现在赛场边，他只是在远处的通道里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这些孩子终于打破了自己的八角笼，找到了人生的出路。朋友们，《八角笼中》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打动那么多人，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炫酷的特效或者离奇的情节，恰恰是因为它真实地刻画了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他们在苦难中依然保持的乐观、坚韧和对未来的希望。向腾辉这个角色，像极了我们身边许多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有过不堪的过去，或许正经历着生活的磨难，但他们的内心从未放弃善良和勇气。他就像一块被打水漂的石头，明知最终可能会沉入水底，却依然要在水面上跳跃，激起美丽的涟漪。